地狱，开始我们说，我们每个人要先保护好自己，才能够保护好别人。我们保护别人，我们自己也得到保护。那这个大致上的故事是这样子，就是说从前，有两个师徒，两个人，他们是专门在表演特技的。那有一次，他们就是要表演的时候，老师就以肩膀顶着一根长竹竿，然后徒弟在上面做表演。那在表演前，老师就对徒弟说：“徒弟啊，你记得在竹竿上面表演的时候，要常常留意我，要护着我，要记得我，要保护我。那我在上面也会时时留意着你，保护着你。那我们彼此互相留意，彼此护着对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表演必定万无一失。”那这个徒弟听听，他觉得不对，他对老师说：“老师，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对，我们应该要专心护着你自己，你将你应该做的动作、做的准备做好。那我也很专心的护着我自己，我什么时候该往前走啊，该转啊，该动啊，我做好我自己的准备。”我做好我自己应当做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应当做的动作，那这样子的话，表演才能够完美无缺。那我们老师听了也觉得有道理了哈。那所以佛陀就告诉比丘们说，我们要像那位徒弟说的，我们应当要自护之心来保护自己，那也应该以护他之心来保护他人哈。就是说，自护的人能够得到护他，那护他的人也必定得到自护。那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在佛经上讲说，我们要先保护自己，才能够保护别人。我们保护别人，我们自己也得到保护。所以我们要先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身心，才能够保护别人。那当前世界大瘟疫正在不断的在扩大当中。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美国庄严寺菩提长老的一番开示，他提到说，如果运用佛法面对冠状病毒，因为我们是身为佛弟子，我们应该如果以佛法用佛法的方向来面对病毒，然后运用佛法对治我们的恐惧跟忧愁。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充满着很多的恐惧，对不对？忧愁等等。那他提到有3个要点，用这3个要点来对治。我们不一样个性的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偏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来分析这3点。第一个就是说虔诚信仰，第一个你要有虔诚的信仰，第二个要正念禅修，第3个就是要智慧关照、如理思维。那这3者应该要兼容并用，互助互成。那第一个讲到说虔诚的信仰，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那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宗教情操，那也等于是提升我们的正能量。那它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平常我们常常在念佛、念法、念僧，意念佛法僧3宝的殊胜功德，因为3宝是世间无上的珍宝。那比如说念佛，他是一个觉者，一个智慧者，一个没有烦恼的人，那他可以达到觉悟的境界，我们也一样可以做得到。那法的话就是灵丹妙药，可以让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那僧的话就是清净的修行者，然后也是学佛者，他可能就是在世界是一个引导者，引导我们信佛学佛的善知识。那所以我们常常意念3宝的功德，常常意念佛菩萨的清净、智慧、慈悲功德，常常意念他们的慧法忘居的修行，还有广度众生的这种种誓愿。那常常意念这3宝的话，会让我们升起信心，会让我们升起宁静喜悦，那由此可以增强内心的正能量。那这样的信心、喜悦与力量，将有助于我们面对遇到困难的时候的
让我们来面对种种的困难。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正面禅修。常常禅修可以增强我们内心的平静跟定力，就像我们刚开始做的放松、呼吸、微笑，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增强内心的平静。那菩提长老他是这样子介绍正面禅修的，他就说，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就坐在你的拜垫上或者禅座上。那首先关照自己全身是一个整体的感觉，然后扫描你的身体，比如说，你知道你现在是坐在拜垫上，然后感受垫部坐在坐垫上的支撑力，感受你的腿、你的脚跟地板接触，然后将你的注意力转向观呼吸，观察我在吸气，我在吐气，吸气长，知道长，吸气短，知道短，然后或者是很粗重的呼吸，还是很微细的呼吸，我都清清楚楚的知道。那有时候当然会有杂念升起，杂念升起的时候，就给那个念头一个名称标记，比如说，我知道我贪心在升起了，我嗔心升起了，我在地念其他的事情，还是我的一次心升起了，还是我有种种的苦受、乐受，我知道这个杂念升起了，然后就放掉它，然后重新回到手缘上，就是观察身体的感受，然后再继续的观察到初步习。那如果说身体有强烈的念头，比如说有恐惧、忧虑升起的时候，那你这时候你可以放掉观呼吸，然后集中在观这些念头，然后观察这强烈的念头下，你可能身体会产生种种的紧张啊、紧绷的感受，然后慢慢的做一些身体的这些紧绷，然后叫它放松、放松。那你感觉到紧绷的情况得到调试之后，然后就又回到观呼吸上。所以不管在任何的状况下，不管外在的情况是如何变化，你都将你的心安置在内在的宁静祥和，就是佛陀教的是念处的身跟心，就是将我们的身心安住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专注在呼吸上。那第三种的话，就是运用智慧观察，对此病毒做如理思维，这是一个正确的思维。我们可以把这个病毒思维是当成是我们的老师，他要教育我们生命的真相。因为我们总是认为每一天会这样子很平顺的过下去，每一天都会平安无事，感觉是天下太平，好像都没有事，都很快乐、很高兴。但是佛陀常常教导我们，在看似平稳的日常生活中，其实都隐藏着危机。佛陀常常说，三宝业的其中之一个就是无常啊。其实无常是分分秒秒在发生的，在变化的，只是我们一般人心态出没有感觉，没有感受到。那这是这个病毒的因缘，所以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无常。那这个病毒它只是让潜在的危机浮上台面而已，所以佛陀他也教导弟子们每天要思维无法有5种东西，我们每天要常常去这样思考去思维。第一个要思维老病死，老病死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不断的在变老，有可能会生病，也有可能每一天都有可能存在着死亡。因为打从我们出生开始，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变老，然后有可能生病，然后从死亡当中，我们是没办法逃离出来的。那此时在病毒的传播下，让我们面对这人生的真相，特别是要面临病与死的可能，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内心的强壮，因为有生就有老病死嘛，这是谁都没办法避免的。那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内心的强壮，然后以便对可能发生的状况，然后我们随时有心理准备，有回应。那佛陀也要我们思维，我们亲爱的人、我们家人、
可能总有别离的一天嘛，那就算我活下去，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啊，家人当中啊，现在的家人当中，可能有人会先走一步，所以我们的内心也要对此有所准备，不要被忧悲、苦恼击垮。我们内心要保持平静的力量，准备好面对生活的挑战。那第五个要思维的，第一个就是老病死嘛，佛陀要我们每一个人要佛弟子每天这样思维老病死。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人也有别离一天。那第五个的话就是佛陀教导我们生生世世跟随我们的是自己的善恶行为所遗留下来的业力。我们每个人善恶行为所遗留下来的业力，所以我们对此应该要谨记在心。我们现在就多造善业，因为善恶随行，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如果是说你有能力的，你可以对特别是那些防治病毒的医疗团队啊、慈善单位啊，给予布施支持。那这个都是遗留下善的行为、善的业力。那所以以上三项就是虔诚信仰、正念禅修、智慧关照、如理思维。这个是菩提长老他告诉佛弟子们，我们应该要随时依着自己的根性喜好而修行。那目的就是保持内心的平静、坚定及勇敢。如此的话，就可以强化我们对病毒的免疫力。那截至今天为止，在世界上已经有60万人染病，那已经有3万多人死亡，所以算是非常危急的时期。所以希望大家少数人多用功，保护好自己，然后我们一起在线上共修，凝聚这个巨大的善能量、正能量。我相信我们世界的公民一定可以解决这一次的难关。那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应该怎么走，应该什么是最重要的。那最后也祈请三宝及护法诸天的力量，祝福大家远离疾病，能够平安、快乐、祥和、健康、长寿。